在漫长的历史长卷中，那些在政治舞台上绽放耀眼光芒的女性身影，总是格外引人注目。她们的故事往往交织着权谋、爱情、家国与悲欢，在由男性主导的叙事缝隙中凿刻出别样的传奇。在长城以北的广袤草原与山川之间，契丹民族建立的辽朝也曾孕育出这样一位超凡的女性萧绰。她并非中原王朝后宫中的嫔妃，而是辽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摄政太后，更在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以萧太后之名广为人知。萧绰的人生起步于一场深重的国难与家族危机，却最终被她以惊人的意志与智慧扭转成一段延续辽朝鼎盛、深刻影响宋辽格局的宏大史诗。当我们拨开太后临朝的固有印象，深入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会发现萧绰的形象远非一个简单的女强人标签可以概括。她是一位在草原文化与中原制度碰撞中游刃有余的政治家，一位在军事对峙中运筹帷幄的统帅，一位在家庭与国事间艰难权衡的母亲，更是一位在时代转折点上以其个人抉择塑造了历史轨迹的关键人物。他的统治承前启后，不仅稳固了辽朝内部，更在与北宋的长期博弈中奠定了东亚政治秩序的新基础。让我们走进那段尘封的往事，追寻这位契丹女杰的生命轨迹，探寻她如何成长为执掌国柄的太后，又如何以其非凡的魄力与手腕，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的东亚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公元953年，萧绰降生之时，辽朝已历近半个世纪风雨。他的家族本姓拔里氏，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赐姓萧氏，是与耶律皇族世代联姻的后族核心。这份与生俱来的联姻羁绊，让萧氏家族的荣耀始终与辽帝国的兴衰紧密捆绑。萧绰的父亲萧思温，身为辽太宗耶律德光的驸马，并非赳赳武夫，反倒颇具文韬，文化修养深厚。母亲则是辽太宗长女耶律吕不古，后封燕国大长公主。显赫的家世为萧绰铺就了接触权力核心的起点，也埋下了他日后兼容草原与中原文化的伏笔。辽史后妃传铭文记载，萧绰早慧，有大略，自幼便展露异于常人的特质。他既熟稔契丹族赖以生存的骑射技艺，也通晓草原民族喜爱的音律，更对中原文明抱有浓厚兴致，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明大事理、处事果决的品性。一段日常小事便足以窥见这份不凡。父亲萧思温曾留意观察几位女儿打扫厅堂，姐妹们多敷衍了事，草草收场，唯有萧绰神情专注，一丝不苟，将厅堂的每一处都擦拭得干干净净，井然有序。见此情景，萧思温欣然慨叹，此女必能成家。这句对女儿执掌家业的期许，谁也未曾料到，日后竟会以远超家族兴衰的宏大格局应验。他终将执掌的是整个辽朝的国祚江山。时光荏苒，当年被父亲寄予厚望的少女，已出落成才貌兼具、心智成熟的世家贵女，而辽朝的政局却在平静之下暗潮汹涌。一场突如其来的宫廷喋血，不仅打破了帝国的安宁，更将萧氏妇女推向了权力的风口浪尖，也让萧绰的人生轨迹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公元969年，辽穆宗耶律璟前往怀州黑山（今内蒙古）狩猎，猎获熊皮后欢饮致大醉，进士6人不堪其暴虐，趁机将其弑杀。穆宗终年39岁。这位在位18年的帝王性情乖戾，嗜杀寡恩，终其一生未育子嗣。他的猝然离世，
让辽朝的皇位继承瞬间陷入悬而未决的危机。萧思温得知穆宗遇刺后，当机立断，迅速与南院枢密使高勋、飞龙使女李等人秘密联络，商定拥立耶律贤为帝。耶律贤是辽世宗耶律阮的次子，4岁时遭遇察哥之乱，父母双双遇害，他躲于柴堆中侥幸逃生，后被穆宗收养于永兴宫，始终在动荡与隐忍中成长，养就了远超年龄的沉稳与机敏。得知消息后，耶律贤率甲骑1000人星夜疾驰，于黎明时分抵达黑山行宫，在穆宗灵柩前痛哭尽礼，随后接受群臣劝进，即位为帝，是为辽景宗。新帝登基，为答谢萧思温的拥立首功，当即下旨晋封其为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加授尚书令，晋封魏王，权倾朝野。与此同时，他下诏征召萧思温第3女萧绰入宫，册封为贵妃。同年5月，被正式册立为皇后。自此，这位年仅16岁的少女，携着家族的荣光与期许，踏入辽帝国权力的最核心殿堂。命运仿佛一场精密的安排，父辈的拥立之功为她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父皇的孱弱之躯则让他手中的权柄从象征性的尊荣迅速转变为实质性的主宰。辽景宗耶律贤，那位在隐忍中即位的皇帝，自幼父母罹难的巨大创伤早已深植身心。即位后常年被病痛缠绕，精神与体力皆难以支撑日理万机的朝政。而萧绰凭借着过人的才智和父亲的支持，逐渐获得了景宗的信任与倚重，开始参决国政。据契丹国志记载，景宗曾明确授权，行赏政事，用兵追讨，皆皇后决之，帝卧床榻间，拱手而已。这寥寥数语宣告了辽朝最高权力的实质性转移，萧绰自此成为帝国目前真正的执政者。然而，就在他登上后位，父尊权倾朝野的次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变击碎了表面的荣光。公元970年，他的父亲北院枢密使萧思温在随景宗前往义乌驴山（今辽宁锦州北镇）行猎时遇刺身亡。父亲的暴毙对年仅17岁的萧绰而言，不啻为晴天霹雳。这不仅是丧亲之痛，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萧思温是景宗得以即位的关键拥立者，也是女儿皇后地位最坚实的基石。他的突然离去，使得刚刚稳定的辽朝政局再度暗流涌动，那些对辛后及其家族迅速崛起心怀忌惮的势力，无疑看到了机会。面对如此危局，年轻的萧绰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坚韧与冷酷。他强忍悲痛，敦促朝廷彻查。此案牵连甚广，直到同年9月初4，才最终查明真相。主谋竟是后族成员国舅萧海芷及其同党海里。景宗与萧绰毫不犹豫，下令将2人处死，并将其弟萧神笃流放至遥远的黄龙府（今吉林农安）。这场清洗并未就此停止。公元976年12月，当年与萧思温一同拥立景宗的另外2位元勋，南院枢密使高勋与飞龙使女李也相继被处死。通过这一系列凌厉果决的处置，萧绰向整个辽朝统治阶层传递了清晰无误的信号：任何挑战他与皇权的行为，都将付出最惨重的代价。这场始于家族悲剧的政治风波，最终以萧绰的全面胜利告终。他不仅为父报仇，更借此机会彻底扫清了父亲身后的权力真空，威慑了潜在的反对者，从而在失去最重要政治靠山后，完全凭借自己的意志与手段，
将个人权威牢牢植根于帝国的权力之巅。这场烈火般的考验淬炼出了一位真正成熟、无情且不可动摇的政治家。在景宗毫无保留的信任与支持下，皇后萧绰开始深度介入国家政务。政治上，他以其斡旋之才，帮助景宗缓和了皇权与宗室贵族的紧张关系，弥合了世宗、穆宗以来遗留的裂痕，使朝廷中枢得以重新有效运转。经济上，他重视燕云汉地的农业生产，推行安抚政策，为社会经济的复苏奠定了基础。军事上，辽军不仅在979年成功击退了宋太宗御驾亲征的高梁河之役，更开始逐渐扭转对宋的战略手势。这一切转变使得辽朝呈现出人望中兴的崭新局面，而这一切的背后，正是皇后萧绰以她出色的政务处理能力和战略眼光，在景宗病榻旁实际主持大局的结果。他不仅赢得了皇帝拱手而已的绝对信任，更在实践中学执政、揽人心、建班底，为他日后在更为严峻的形势下独立支撑江山，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政治准备与人才储备。无怪乎史家论曰：景宗之事，人望中兴，后有立焉。萧绰并未止步于事实上的听政，为使其权威根植于国家法统，景宗特意谕令使馆学士，今后记录皇后之言，在文书中也需使用朕和与这样的皇帝专属自称，并作为永久定式。这道诏书的意义远超寻常，它并非仅是夫妻间的信任或私相授受，而是以国家法典的庄严形式，在礼制与文书层面上赋予了皇后与皇帝完全等同的政治话语权和至尊名位。从此，他的命令与皇帝诏敕具有同等的法理效力。这一创举为他此后长达数十年的执政生涯奠定了坚不可摧且无可辩驳的制度基础，也使辽朝出现了一段独特的二圣并尊的政治格局。更大的考验与转折发生在982年，在位13年的辽景宗在出猎途中病逝于云州焦山行宫，临终遗诏：梁王龙绪嗣位，军国大事听皇后命。这道遗诏将时年29岁的萧绰推到了历史舞台的最中央。他年仅12岁的长子耶律隆绪继位，是为辽圣宗。摆在萧绰面前的是一个异常严峻的局面。首先，主少国疑是任何王朝都极度危险的状态。辽圣宗年幼，威信未立，难以服众。其次，辽朝内部宗室势力强大，诸王林立，对皇位虎视眈眈者大有人在。景宗一朝虽然有所整顿，但潜在威胁并未根除。太宗系、耶律倍系的子孙中，不乏手握兵权、资历深厚者。回想辽朝前期，自太祖耶律阿保机去世后，围绕皇位的争斗几乎从未停歇，即位都伴随着血腥与阴谋。此刻，年轻的太后和幼帝，在那些实力派亲王眼中，或许正是可乘之机。第三，外部环境亦不乐观。南方的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兄弟的经营下，已基本统一中原，正锐意进取，试图收复燕云16州这一战略要地。979年，宋太宗曾趁北汉灭亡之危，御驾亲征北伐，在高梁河被辽军击败，身中箭伤，仓皇南逃。但宋辽之间的战略态势并未根本改变，北宋收复失地的国策未变，随时可能再度北进。西北的党项等部族也时有不安，内外交困，可谓萧绰临朝摄政的起点。面对如此危局，萧绰展现出超乎寻常的政治智慧，
果决勇气和驾驭复杂局面的高超能力。他的第一步是稳定内部，巩固权力核心。他在大臣耶律斜轸和韩德让面前流涕言道：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尽，奈何？这番示弱与问计，既是真情流露，更是精明的政治试探与团结手段。耶律斜轸是宗室名将，韩德让则是汉臣领袖，两人一文一武，是景宗留下的辅政重臣。萧绰此举成功激发了他们的忠义之心，获取了关键支持。他随即进行了一系列周密而果断的人事安排与权力调整。在军事上，他将防御宋朝的重任委与最可信赖的契丹名将，任命耶律斜轸为北院枢密使，耶律休哥为辽朝最高荣誉职衔于越，分别镇守南境东西两翼，总揽对宋军务。在朝政中枢，他则给予了韩德让空前绝后的信任与权柄，不仅让他总领皇宫宿卫，保障孤儿寡母的人身安全，更使其以汉臣之身深度参决所有军国大政，其实际地位已形同摄政。韩德让与萧绰的关系，史书不乏暧昧记载，民间演绎更是绵延不绝。无论私人情感如何，从政治结果看，萧绰通过这种极致的信任与亲密联盟，成功地将辽朝最有权势、最有能力的汉官集团领袖完全整合进统治核心。他赐韩德让皇族姓氏耶律，更名为龙运，后来更封其为晋王，立于皇族至高无上的横杖，地位在诸亲王之上。辽圣宗亦对他见则进敬，这实际上创造了一种超越民族与血统的共治模式，以拟制的血缘关系巧妙地化解了潜在的民族隔阂与权力猜忌，确保了最高决策层在近30年里的异常稳定与高效。这无疑是萧绰权力结构中最具创造性也最稳固的一环。在内部政局初步稳定后，萧绰将施政重心转向国家的制度革新与治理完善。辽朝自建国以来，实行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代汉人的南北面官制。这种二元体制虽适配多民族统治需求，却也存在南北隔阂、权限交叉的问题。萧绰摄政时期进一步深化和优化这一制度，最显著的便是强化南北枢密院的核心职能，不仅明确其军政指挥权限，更将刑狱终审权纳入枢密院复问范围。原本由宜利弼院专管的狱讼，需经南北院枢密使复核裁决，以此遏制贵族行贿徇私，让中央集权与治理效能同步提升。在法律方面，萧绰着力推动法律的统一和文明化。契丹旧法严苛，贵族享有8邑特权，奴隶地位低下，更存在契丹人殴杀汉人常以牛马，汉人殴杀契丹人则斩没家属的同罪异罚现象。他多次下诏宽简法律，令至于官爵名誉必具隐律令，不得凭私情断案，同时明令禁止滥杀奴婢，允许冤狱者赴御史台申诉。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公元994年的诏书，诏契丹人犯10恶者依汉律。这意味着谋反、谋大逆等重罪，契丹贵族也需遵行唐律体系惩处，彻底打破民族间的司法壁垒，向藩汉一等科之的司法平等迈出关键一步。同时，他逐步将部分公账奴隶、部曲转化为向国家纳税服役的边户齐民，有效缓和了阶级矛盾，彰显了超越狭隘民族立场的治理智慧。在经济与赋役方面，萧绰推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他鼓励垦荒拓田，严禁围猎破坏农田，兴修水利以保障农耕。面对灾荒，频繁下诏减免租赋，
调拨物资赈济。统和元年，便因秋雨伤价，暂停关卡征税，又赈济东京、平州的旱蝗之灾。统和3年，豁免南京被水农户租赋，此类恤民举措贯穿摄政全程，成为稳定民心的重要支撑。尤为重要的是，他多次下令减扩天下民田与户口，清查豪强贵族隐匿的人口与土地，将其纳入国家户籍，再辅以调整赋税折算标准，既均平了赋役，又稳固了国家税基，有力促进了辽朝经济复苏。燕云地区的农业经济更是迎来长足发展，为帝国强盛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在吏治与用人上，萧绰秉持唯在得人的原则，不拘一格，唯才是举。他打破民族偏见，既大力提拔韩德让、释放等汉官，让其位居枢要，参决大政，也重用耶律协轸、耶律休哥等契丹贤才，执掌军政要务。科举取士方面，辽初虽有局部推行，但规模有限。萧绰于统和6年正式扩大科举规模，并确立制度，遂放进士从最初的1-2人增至后期20余人，吸纳汉族士人进入官僚体系，为朝堂注入新鲜血液。他重视官吏考核与监督，严惩贪腐谄媚之徒，使得统和年间吏治相对清明，行政效率显著提高。在文化教育上，萧绰本人深受汉文化熏陶，积极倡导儒学传播，下令刊印儒家经籍，设立官学与私学，教授儒家经典。辽圣宗在他的悉心教导下，汉文化修养极深，不仅喜读贞观政要，更通晓音律，能吟诗作赋。这种来自最高统治者的文化导向，极大加速了契丹上层社会的汉化进程，推动农耕与游牧文化深度交融，最终为辽朝塑造了兼具北朝气度与华夏礼法的独特文明品格，史称圣宗之治。然而，萧绰的统治生涯始终伴随着一个巨大的外部挑战，即与北宋的关系。宋太宗赵光义志在收复燕云，完成统一。萧绰摄政初期，宋朝方面难免有女主专政、幼主无知的轻视看法，认为这是北伐的良机。986年，宋太宗经过数年准备，再次发动大规模北伐，史称雍西北伐。面对宋军的3路攻势，萧绰再次展现出卓越的军事调度和战略决断能力。他并未坐守内线，而是与辽圣宗、耶律休哥等迅速研判形势，制定对策。他亲自与圣宗率援军南下督战，极大地鼓舞了辽军士气。针对宋军东路军虽为主力，但进展过速，孤军深入的情况，萧绰采纳耶律休哥等将领的建议，采取诱敌深入，以逸待劳，断其粮道的策略。他命令耶律休哥坚守南京一线，骚扰宋军，延缓其推进，同时调集精锐准备反击。当曹兵部因粮道受威胁而撤退，却又盲目进军，导致阵脚大乱时，辽军主力在齐沟关发动猛攻，大败宋军东路军。东路军的溃败导致整个北伐战役局势逆转。随后，萧绰与辽圣宗移师西线，应对潘美、杨业的西路军。在监军王申的错误逼迫下，名将杨业孤军奋战，最终兵败被俘，绝世殉国。宋军士气大挫，辽朝也借此顺利收复山后株洲失地。中路宋军也被迫撤退，雍西北伐以宋军的惨败告终。这场胜利对辽朝而言意义重大，它不仅彻底粉碎了北宋短期内收复燕云的战略企图，更重要的是，使辽朝在军事核心理上获得了对宋的长期优势。萧太后的威望达到顶峰，
辽朝上下对其领导能力再无质疑。此战之后，宋辽战略态势发生根本转变，北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而辽朝则由守转攻，开始频频南侵，对北宋河北地区构成持续压力。萧绰利用军事胜利的余威，继续巩固内部，同时不断派遣骑兵南下袭扰，掠夺人口物资，试探宋朝虚实。但战争并非萧绰对宋政策的全部，他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深知长期战争的消耗对两国都是沉重负担。辽朝虽占优势，但要彻底征服北宋也绝非易事。因此，在军事施压的同时，他也为可能的和平解决争端留下了空间。而历史的机缘最终将和平的曙光投射到了公元1004年。经过10余年的拉锯战和边境冲突，宋辽两国都出现了寻求战略平衡的内在需求。北宋方面，真宗即位后虽有意振作，但军事上的接连失利使得朝廷内部主和声音渐长，渴望边境安宁以休养生息。辽朝方面连年南征，虽多有斩获，但也消耗国力，且草原后方也需要稳定。公元1704年闰9月，萧绰与辽圣宗亲率20万大军，以收复关南故地为名，大举南下。辽军攻势迅猛，绕过宋军坚固城池，直扑黄河岸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威胁北宋都城汴京。北宋朝野震动，甚至有大臣提议迁都。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决主张真宗御驾亲征，以鼓舞士气。宋真宗最终北上澶州，战局再次发生戏剧性转折。辽军前锋主将于越萧塔林在澶州城下巡视时，被宋军床子弩射中，伤重而亡。这位核心悍将的意外陨落，给辽军士气以沉重打击。此时，辽军虽深入宋境，但前有坚城大河阻隔，后有宋军援军威胁，主帅心丧，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萧绰审时度势，判断已难取得决定性胜利，军事冒险的风险正在急剧增大。与此同时，惊魂未定的宋真宗也迫切希望尽快结束战事。和谈的窗口在战场的硝烟中骤然开启。于是，在剑拔弩张的对峙下，一场决定两国命运的谈判迅速展开。萧绰首先授权降辽的宋将王继忠与宋方沟通，随即派出自己的阁门使丁轸持书回应，建立了正式的谈判通道。宋朝则派出崇仪副使曹利用为使。谈判的焦点集中关南之地归属和岁币数额上。萧绰起初坚持索要关南之地，以迎合国内期望并占据谈判优势，但在面对宋朝坚决拒绝后，他果断权衡利弊，放弃了不切实际的领土要求，转而全力争取最切实的经济利益与安全保障。经过反复交涉，双方于公元1005年1月正式达成和议。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向辽输送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各自撤兵，并于边境设置榷场，互市贸易。这就是永载史册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签订，无疑是萧绰政治生涯的巅峰之作，也是其深谋远虑与务实精神的最集中体现。从辽朝视角观之，这是一个辉煌的外交胜利。他通过一场有限的军事行动和精巧的谈判，为辽朝赢得了长期、稳定且数额巨大的经济补偿，极大地充盈了国库。盟约以白纸黑字确立了辽宋之间平等的国家关系，标志着辽朝作为中国北方正统王朝的地位获得了南方主要政权的正式承认，
其政治与心理意义无可估量。更重要的是，和平的降临为辽朝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创造了长达100余年的黄金环境。中辽之势，宋辽之间再无大规模战事，边境俨然，生灵得以休养，文明得以滋长。萧绰以其非凡的手腕，为两个帝国、无数生民赢得了一个宝贵的和平世纪。澶渊之盟的尘埃落定，标志着萧绰辉煌执政生涯的顶点。此后的数年，天下承平，他依然掌控着帝国的大政方针。公元1009年11月初1，他为儿子辽圣宗举行了隆重的再生礼。这一为帝王祈福攘灾的契丹国俗大典，仿佛是他对自己毕生事业的一次总结，亦是对江山社稷的最后一次郑重托付。就在大典举行1个多月后，同年12月初8，这位摄政半生的太后在行宫中与世长辞，享年57岁。辽朝举国哀悼，为其上谥号为圣神宣献皇后。数十年后，他的孙子辽兴宗在位时，为其更上尊谥，即为后世所熟知的睿智皇后。萧绰的离去并未使辽朝的巨轮偏离航向，他留下的不仅是一个强盛帝国，更是一位被他亲手锻造、思想与能力皆已成熟的继承者——辽圣宗耶律隆绪。这位自幼在母亲言传身教与严格督导下成长的皇帝，深刻理解并全盘继承了萧绰的政治遗产。他亲政后，继续推行并深化其开创的制度改革，将统和知治的盛世推向新的高峰。辽圣宗一朝，辽朝疆域臻于极盛，对内民族关系更为融洽，对外在与北宋的和平框架下，国力持续增强，文化繁荣，圣宗之治成为辽朝历史的黄金时代。这一局面的实现，从根本上源于萧绰长达27年的摄政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他不仅扫清了内外的致命威胁，建立了高效稳定的权力核心与行政体系，更通过系统的汉化改革与亲自教导，为辽圣宗铺就了治国理政的完整道路，并塑造了他兼具契丹勇武与华夏文治的统治品格。可以说，辽圣宗时代的辉煌，正是萧绰毕生政治智慧与心血的最终兑现与延续。他以母亲的远见与政治家的谋略，完成了对一位盛世明君最成功的培养，确保了自己所开创的事业能在身后得以传承和光大。这或许是他所有功业中最为深远的一笔。萧绰，这位被历史铭刻为睿智皇后的契丹女性，其生命已随乾陵的黄土尘封而沉寂，但历史的回响却穿透千年岁月，悠长不绝。在辽朝历史的维度里，他是毋庸置疑的中兴之主与鼎盛奠基人。他以雷霆万钧的政治韧性，将主少国疑、宗室窥伺、外敌环伺的危局扭转为一个内部集权统一、国力蒸蒸日上、文化兼容博兴的黄金时代。他亲手擘画的统和知治，与悉心教养的辽圣宗相辅相成，共同开启了辽朝长达100余年的鼎盛岁月。元代官修辽史虽囿于传统史观，对其私德偶有微词，但于其功业则毫不吝惜褒扬之词。圣宗称辽圣主，后教训为多。这短短数字，道尽了他作为帝国实际塑造者的核心地位。在中华文明演进的维度里，他是一位卓越的文明融合推动者。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本位，以开放务实的政治远见，系统性地将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法律体系、经济模式与文化理念，创造性地融入契丹民族的统治框架。法律上，藩汉一等科之的平等追求，
经济上对农耕的鼓励与赋役的均平之策，文化上对儒学的尊崇与推广，皆非简单的汉化，而是一种以北朝之体容南朝之用的文明合成。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治理智慧，让辽朝摆脱了单纯的草原韩国形态，演进为一个兼具草原民族的雄健活力与中原王朝的治理深度的成熟帝国，为后世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不朽范式。在东亚政治格局的维度里，他是一位塑造新秩序的战略家。通过雍西北伐的辉煌胜利，他彻底粉碎了北宋收复燕云的执念，确立了辽朝在北方的绝对战略优势。而通过澶渊之盟的外交杰作，他不仅为辽朝赢得了稳定的岁币收益与边境榷场之利，更以一纸盟约确立了宋辽之间长达100年的和平框架与对等政治地位。这以战止战，以和故立的务实智慧，深刻重塑了此后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的关系模式，成为东亚国际政治史上的经典案例。当然，历史的评价从来都是多棱镜。在宋人的史笔与民间话本中，他是萧太后，是挥师南下的侵略者与强硬对抗的象征，其形象难免被染上敌对与传奇的色彩。后世儒家史官在肯定其惊天伟地之才之余，亦对他以女性之身临朝专政以及与韩德让的特殊关系，持有传统伦理道德的审视目光。这些截然不同的声音，恰恰印证了他的复杂性与影响力的深远。他足以同时成为正史中定鼎江山的一代贤后，敌方史料中令人敬畏的强悍对手，以及民间传说中充满张力的传奇主角。归根结底，萧绰最根本的历史形象，是一位在时代赋予的有限空间内，将个人意志与政治才华发挥到极致的杰出统治者。他用一生的功业证明，在历史舞台上，领导力与远见着实，足以超越性别与民族的界限。从父亲此女必能成家的早年期许，到执掌一个庞大帝国近40年的辉煌现实，他完成了从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惊人跨越。他的统治不仅守护了辽朝的社稷安稳，更在战与和的交响之中，为那片广袤的草原与山川带来了一个秩序相对稳定、文明深度交融的时代。其身后谥号睿智二字，当之无愧。其毕生功业早已深刻捐入中国北方的山川史册之中，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里一抹不可磨灭的亮色。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